士们，跟我杀贼，杀不杀？杀！你走！兄弟们，你们上阵杀敌的机会来了！夺印州，杀进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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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听说你经超人称万人敌，交手之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个将才，若能弃暗投明，为朝廷效力，本帅就法外施恩，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！老子需要你饶我不死吗？你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还望三思。好男儿应该战死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我岂能为了活命苟且偷生？呀！将军，天亡我大齐！兄弟们，好久没这么痛快！兄弟们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全靠诸位同心协力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各位一杯。好！吃啊吃啊！来，坐。王子说：“来，兄弟，道长，来，兄弟们，听我说啊！当初咱们打襄阳的时候，还以为刘裕的城池是铁打的，没想到被咱们一脚就给踏破了。兄弟们，这次功劳最大的当属岳云，他们上阵父子兵，把这个荆超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啊！对，荆超螳臂当车，那得问问小爷手里的双锤答不答应？啊，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是你能早点带我出来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就能跟几位叔叔们一样，都是大将军了。对，好小子。来，喝酒啊！多倒上。大哥，年轻人立了头功，一时口无择言，你就别怪罪他啊！是啊，大哥。来，兄弟们，羊腿来了，我来给大家分啊！来，王冠，这个羊腿啊，应该是大哥分。大哥，谁的功劳最大，给谁多吃点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好，那就由大哥分。好，对，我来分。大哥分。杨毛子，你叶公邓州，功劳最大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大哥。刘半儿，哎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个大的。谢谢大哥。王贵，哎，大哥，攻随州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张宪，攻入颍州，大功一件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张将军好样的！诸位将士们听着，这次攻城，每一位将士的功劳，我都会如实的上报朝廷，到时候奖赏大家都有份儿。兄弟们，干一碗！哎呀，这羊腿好香啊！来，吃啊！多吃点啊！大哥，你看小银子呢？
捷报！万岁，万岁！800里捷报！哦，又有捷报传来。是。念。 7月23日，岳家军顺利收复襄阳，至此6郡之役大获全胜。好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哎呀，8年呀，8年来头一次啊！皇上原本预计岳家军完成6郡之役需半年之久，时下岳家军仅以78天便将6郡收复了，其士气之盛，行动之快，实在出人意料。从此，我军得以控扼长江上游，东可进援淮西，西可连接川陕，南可屏蔽湖广，北可突覆中原。所谓一军深入，万夫莫敌呀！是啊，这次顺利平定襄阳，岳飞确实功不可没。朕以前只知道岳飞行军布阵，纪律严明，今天朕才真正体会到岳家军闯关破敌竟如此神勇。皇上，之前有句老话叫做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，可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改一改了。微臣知道之前攻打隋城，岳家军的好多兄弟因为吃不饱肚子，都逃跑了。在战场上，他们得不到奖赏，反倒吃不饱肚子，还要拼死拼活地为皇上夺回6郡。今天这词就应该改成是“大义当前，必有勇夫”啊！如果真如张将军所说的，这责任应该是你赵鼎的了。不错，朕发下的粮饷不多，可这次发下的粮秣应该是绰绰有余啊。皇上，这确实是微臣之过，微臣之过。岳家军行动如电，粮秣运输追捕不上，沿途又屡遭流寇抢劫，确实损失不小。微臣已经责成相关诸司大力改进，务使做到军中无饿殍，库中无存粮。皇上，待岳飞还朝，应该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庆功宴，好好犒赏诸将啊！秦大人，那是一定的。诸位，统统有份。谢皇上恩典。哎，刘裕又向我们告急求援。各位叔王有什么主意？我们该不该发兵去救？先帝立刘裕，原本是想让他保境开疆，让我们大金休养生息。如果刘裕没了，中原那么大的地盘很难统治。大宋夺下6郡，就像一只脚踩进了我们帐内，他们想进则进，想退则退。咱们在这里吃饭喝酒，还能安心吗？你的意思呢？平日里都是老大老四在领兵，这打还是不打，当然要看老大的意思了。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主意？不救。
战寒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！平日里你不是成天喊着打呀打的，怎么今日不打了呢？当初我就说不要理刘裕，不听。刘裕是什么东西？刘裕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，放狗出去咬不了人，反倒要我们去救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荒唐！老大，咱们养的狗在外面被人打了，咱们帮他一把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将军，我觉得四太子说的有道理。道理？狗屁道理！要打你去打，反正我不去。哼！这个詹寒也太过分了，眼里还有没有皇上？官人，今天上朝怎么样啊？岳飞收复了襄阳6郡，皇上龙心大悦，准备封赏于他。啊？这么快啊？那我们怎么跟金人交代呀？哎呀，你还吃？金人要是败了，消息一旦走漏出去，我看你以后还吃什么？咱们连人头都难保啊！我知道，我不正在想吗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。那也得说呀。兵法有云：其疾如风，其虚如林。若时机未到，则不动如山。那什么时候到？哦，对了，希儿今天来看你，你没在。他不是在淮西吗？来干嘛？他父母都病死了，他不来找你这个义父找谁呀？你给他安排一下，他现在可是一身的好武艺。皇上，襄阳收复后，您打算如何防守？这也是朕一直头疼的难题呀。若少留将兵，恐复为伪其所有；若多留将兵，又会引起千里运粮的困难，屠城自困，终莫能守啊！皇上，那日朝堂之上，您可是答应给岳飞备充足的粮饷？所以朕给岳飞的御札写的是用心筹划全进之策。皇上，此事岂有全进之策？朝廷若是不能千里运粮，岳飞便只能将大军撤走，留下少量的兵力驻守啊！朕要的就是岳飞班师回朝。皇上，6郡为伪齐与流寇所居，我进他退，我走他至。皇上若将岳家军匆匆撤走，刘裕势必要卷土重来，留下一些当地的百姓手无寸铁，突然成了刀下的牺牲了，望皇上三思啊！朕这是顾大局的万全之策。岳飞刚刚打下襄阳6郡，此时正是士气高涨之机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一场大的胜仗了。皇上，前方军报。读与朕听。金人已经答应兵援刘裕，四太子金兀术正率10万大军南下。
若这次再与金人开战，可如何是好？如若再战，恐怕还是胜负难定啊。胜负难定。不过，岳家军如今士气旺盛，正是对付金兵的时候。或许，现在就是重整山河、扭转乾坤之时啊！倘若战败如何呀？大敌当前，亦从容。两军相逢，勇者胜。微臣相信，岳飞或许就是那个再造乾坤之人。行了，朕有点累了。这件事，朕会再考虑的。退下吧。好，微臣告退。臣秦桧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听闻，韦齐向金人求援，金人已经派兵驰援了。对呀，朕也没有料到，金人会如此爽快地答应。爱卿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刚刚赵大人还劝朕派岳飞迎战。迎战胜负难料，恐怕皇上还要继续担惊受怕。皇上，微臣倒是有一计，可令皇上安枕无忧。哦，秦爱卿，你有何应对之策？襄阳一役根本与金人无关，可他们非要插手，这分明是要劳渔翁之利。但依秦爱卿的意思，这次我们是该战，还是该和呀？当战则战，当和则和，剿抚兼用，化敌为友。皇上，我们可以先派人与北京议和。当然了，如此做法势必会引起民怨，还有那些主战派亦会心有不甘，所以在表面上仍需摆摆样子，先和金人打上一仗，议和则在暗中进行。至于这议和之人，必须找个可信的才行。这办法可行。可惜的是，纵观朝堂，朕没有一个可信之人了。微臣可举荐一人。何人啊？进来吧。草民参见皇上。此乃何人啊？他是微臣的义子，秦熙。原来你是秦大人的义子，平身吧。啊，谢皇上。不错，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啊！皇上，议和之事就交我儿去办吧。微臣担保，他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。希儿，爹，皇上如今可是惊弓之鸟，谈金色变，
只要你能够不辱使命，成功议和，你将功不可没。孩儿知道，孩儿一定不负重托。嗯。那块给我拿下来看看。夫人真是好眼力。这是小店刚刚从和田运来的一块璞玉。我要买的话，什么价钱？哎呦，您这么说我可就为难了。我原本找这块璞玉回来是想做镇店之宝的，我是想啊，啰啰嗦嗦的说什么呢？我问你价钱。是，好吧，500两。不，5000两。就是它了。好，夫人慢走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说了吗？啊，5000两，整整5000两，用来买一块石头。哎呦，你说这宰相大人的钱，真是来的也太容易了。可是这些钱是都是从咱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血汗钱。对呀，这可都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血汗钱呐！这太不像话了。秦大人几次出使金营，都是平平安安、荣华富贵的回来。你说他是去谈判还是去通敌的？是啊，我还听说宰相大人又想去议和了。议和？哎呀，百姓饥寒，他求财通敌。我们现在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，大家伙说说，是不是应该找他讨个公道啊？对，等，走，找他讨公道去。掉头走后门，走后门。嘿嘿嘿，哎呀，好，大哥，这次你得让我当先锋啊！金兀术那小子要是敢来，我捏碎了他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像抓张邯似的再失手了，我敢打保票。大哥。大哥，得到最新情况，金兀术率军10万，已经逼近襄阳。嘿，这金兀术腿够长，脚够快啊！好，我就不信他的铁浮屠真的能所向披靡。就是，他娃二的，什么狗屁铁浮屠啊！这次分明是我们跟伪齐的战役，老子打儿子，天经地义，他干爹瞎起什么哄啊？大哥，那咱们的计划会不会太过冒险了？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将不在勇而在谋。即使他今人有10万大军，我们也可以险中求胜。报！赵相国密函。去吧，赵相国密函。大哥，赵相国怎么说的？皇上得知金人兵源伪齐，日日担惊受怕，于是派人去金营议和。哎呀，议和，这跟那些金人议哪门子和呀？这不分明是送银子去吗？自从皇上逃到海上之后，
就如同惊弓之鸟，如履薄冰。我早该料到。这皇上谕札中所写的，用心筹划，全尽之策，表面上是千里运粮，后勤无法承担，这实际上就是想让咱们回师啊！对。大哥，现在依您之策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依计而行。谢谢客官，客官慢走。小二，招呼着。哎，两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说，这肚皮饿得紧，做点好吃的啊。两位想吃点什么？来上1斤猪头肉，10个猪蹄子，再来上2斤猪耳朵，烫壶好酒，快点。哎，好嘞，马上就来。牛哥，你这次可是衣锦还乡了。哎呀，这次攻打6军，真是好不痛快呀！啊，是啊。我听说呀，皇上特别高兴，还说要给咱岳家军加官进爵。到时候咱们兄弟几个跟着岳将军，那就飞黄腾达了。可是，哎，来。哎呀，岳将军这回啊也变得聪明了。金人来了，哎，咱就跑啊，打不起还躲不起嘛，是吧？嘿嘿。总之啊，见好就收，实为上策也。是啊，来，干！哎呀，哎，这酒还行啊，再喝点。来。你是秦桧的儿子？正是。这倒是稀奇了，议和乃是外交大事，怎么派一个毛头小子前来？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四太子在年轻的时候，不也已经都名扬天下了吗？不愧是秦桧的儿子，说起话来让人觉得浑身舒畅。多谢四太子夸奖。好吧，说看，怎么个议和？晚辈此番前来，是奉大宋皇帝之命，只要四太子和岳飞这一仗做表面功夫，然后退居黄河以北，皇上允诺，进贡白银20万两。打仗是真刀真枪真功夫，岂容得作假？哎呦，四太子果然是真性情，晚生佩服。哼！如果四太子觉得跟岳飞打假仗有辱了您的名声，晚辈这儿倒是有一个消息，可供四太子参考。什么消息？晚辈在来的途中，听说岳家军已经退兵，岳飞正准备回临安领赏。岳飞停战休兵，这可不像他一贯的作风啊！你可别信口开河，想诓我们，没那么简单。四太子，是真是假，您一探便知啊。如果岳飞真的退兵了，那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，便一举收回襄阳诸地。四太子，只要您见好就收，不再南下，20万两白银，一文不少。派人去打探清楚。是。
将军，已经查探过，岳家军军营空无一人，已经撤兵了。看来岳飞也是个贪图公赏之辈。传令下去，即刻整军出发。是。四太子，那议和之事如何进行啊？等取了襄阳，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。将军，今四太子如此骁勇之人，这次都大败而归，将军用兵之神，令赵某实在是叹服，叹服啊！勇不足事，用兵先定谋，谋才是胜负之关键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这仗啊，多亏了岳大哥足智多谋，用了一招控陈计，让金兵啊再次大败而归。是啊，皇上听说岳将军这一仗大获全胜，很是满意。不过，各位将领全力相佐，也是功不可没呀。赵某很想知道，这次的战功，岳将军打算如何分配呀？以便赵某回朝之后向皇上禀报。功劳在于全军将士上下一心，气冲霄汉。尤其是张宪、杨再兴、牛皋、王贵4员大将，领军有方，杀得金军惨败而归。好，回朝之后，我一定向皇上禀报，论功行赏。来，为表敬意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谢相国，干！哎，赵大人，岳大哥知道赵大人要来，特地命将士们为赵大人准备了烤全羊。哦，王贵，把这剩下的拿去给兄弟们吃。好。赵大人，请。众位将士在前线连年征战，为国为民，这叫老夫如何能够独自享用啊？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吃吧。好好好，来，相国，我来帮着分吧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应州那么卖力，都压下我的战功不报。
我儿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爹问你为何从军？为了把金人赶出我们的家园，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，过上好日子。你现在还是这么想的？当然。好，既然你是为了天下大义，那么今日为何又要贪图功劳？我要的不是功，也不是名，我是心有不甘。我和其他将领一样出生入死，为何你待我如此的不公平？公平？那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做公平？他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把他打断，公平吗？你吃的比一般老百姓好，穿的也比一般的老百姓好，公平吗？金人抢走了我们的土地，侵占了我们的家园，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你要有颗平常心。所谓公，即是大公无私的公，就是做一件事情都不能从一己私利出发。所谓平，就是要有平常心对待一切事情，包括你所谓的功劳。你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不平常，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，所以你得到的机会比别人多得多。也正是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，别人看待你要比一般人苛刻得多，所以你得付出更多，你要做得更好。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战不胜的敌人，只有战不胜的自己。娘，药煎好了。我看这病是好不了了。娘，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您身子骨硬朗得很呢，这点小病压不倒。我自己的病，我自己清楚。您看您又胡思乱想。来，我知道你孝顺，可是该面对的总得面对。像我这辈子有岳飞，有你，有这群孩子，该知足了。娘，我写信给岳飞，让他赶紧回来吧。千万别，他在前方打仗，不能让他担心，为我牵挂，国事要紧。可是，顺其自然，千万不能勉强。我死也不会瞑目的。娘，别说这么多话了啊！别说了。
喝杯茶吧。娘娘，我来吧。是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啊？还有谁？是我哥哥。我这次中了岳飞的埋伏，正好给他落下了画饼，在皇上面前连番奚落，皇上还下令让我暂时休养。自从哥哥被明升暗降，他的部下听令于你，就始终对你耿耿于怀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你们俩都是我最亲的人。我不希望你们起冲突，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。我知道，难为你了。我既然嫁给了你，我的心当然是向着你的。只不过现在皇上一向是亲心汉化，力主合议。如果这个时候跟哥哥冲突起来，我担心对你们两个都不会有利，反倒会让他人渔翁得利。你的手没事了吧？你现在知道心疼我了？那当然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心情不好，不应该跟你撒气。其实现在呢，皇上最头疼的是刘裕的事情该怎么解决。如果你帮皇上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，皇上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那依你之见，我该如何解决？你真当我是你的军师了？你这么冰雪聪明，一定有你的主意。其实这个刘裕呢，是先皇以汉之汉的一颗棋子，但他不是当今的皇上。现在刘裕讨兵求援，皇上也是不堪其忧。皇上出兵吧，怕兵败垂成；要是不出兵，又怕遭人口舌，说他见死不救。参见四太子、灵妃娘娘，带过来。放开我！这个人是谁？这是路上抓到的宋朝信使。给何人送信？四太子问你话呢。我是奉大宋皇帝之命前来给刘裕送信的。信呢？四太子，联合刘裕来杀我，事成之后给他高官厚禄，还赦免他叛逆之罪。好，这封信来的正是时候，他和这封密函一起呈送给皇上。让你去就去。是。带走。宋朝的皇帝怎么会让刘裕来杀你？这封密函会不会是假的？它就是假的。宋朝皇帝可不傻，他太清楚了，刘裕根本不可能投宋。这世上还有什么官比得上称孤道寡、三宫六院的皇上呢？只不过这封信来得正好，宋人想除刘裕，我想除刘裕，皇上更想除刘裕。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？看来宇文虚中教你下棋，你的进步还是挺大的。
大哥，说句实话，我担心那招反间计到底管不管用啊？拭目以待，此举必成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啊？金兀术因为兵源刘裕大败而归，以他的性子，怎能接受自己如此惨败？一方面，他必定对我恨之入骨；另外一方面，自然会迁怒于刘裕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所以你就想利用他这个心理，不管他相信这密函是真还是假，至少这是杀刘裕最好不过的借口。古有周瑜巧用反间计杀蔡瑁，今有你岳帅用反间计出刘裕。大胆刘裕，吃里扒外。将军果然好剑法，明日我们再比一场，到时候你可不要让着我。驾！
多手下，值得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今天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尽量！那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居然为他卖命！主，这个天下是你跟我一手一脚打出来的。可是先皇传位于他。先皇，你又拿先皇来压我！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是他？就算选的是你，我也会认。孩儿说：“咱们只能打天下，不能做天下。咱们做天下不行，我认了。咱们就应该打天下，他就应该做天下。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天命。天命，我就是不服。谁要杀我，就来吧。大哥，你放我回去。”我会求皇上饶你不死的。我堂堂大晋勇士，只会战死沙场，怎么可能像一条狗一样咬我起脸？来吧，那就对不住了。
母子的命。你不用谢我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在车上背了一些衣服和干粮，你们走了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九叶红鸡一旦休，猖狂不听直臣谋。甘心万里为降虏，故国悲凉欲点秋。皇上，皇上驾崩了！父皇，儿子最后给您行个礼。这一生错为皇帝，若是身为庶人，定会像文人墨客般陷于叶赫，就不用那么多国仇家恨，一定会潇洒快乐许多。皇上啊，恐怕做梦都没想到，夺襄阳、灭伪齐，一切可以这么顺的。是啊，是呀，这高官厚禄是少不了了，咱哥几个总算可以风光一回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领了赏银，你们打算怎么花呀？哎，我嘛，就算有再多的银子，也就是在我手上过一下，回去就得交给贵娘。哎，牛八，你看你。
有个老婆替你管钱，你还嘟嘟囔囔的。去！我只能把上爷寄回老家给俺娘。我想找个女人替俺花钱，都找不着啊。想找个女人替你花钱，那还不容易啊。杨毛子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怎么了？你整天想着小慧，怎么样了？人家不理你了？去你的！别瞎说啊！我啊，整天在外面打仗，总能耽误人家呢，对不对？什么耽误人家？你呀是搞不定人家。哎，我不照样在外行军打仗吗？不照样娶了贵娘？杨毛子，你呀，上了战场比老虎还凶。你怎么见了小慧儿，跟只小猫似的？喵！哎，喵喵！瞎叫唤什么呀？哎，你也别说我啊，你见贵娘也跟个猫似的，对不对？嘿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只猫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是猫怎么了？切，我乐意。杨毛子，说句心里话，你要是对小慧没那个意思，我回去可就下手了啊！哎，你敢？你看看，那你就赶紧抓紧了，兄弟们还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就是啊，兄弟们等着喝喜酒呢。放心，这喜酒啊，一定让你们喝的啊！圆圆，圆圆，啊，想什么呢？不会是想你心上人了吧？简叔，你就别去笑话我。哟，看咱们的小银子，不好意思，脸红了。真是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升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使，官阶太尉，赐良田300亩，白银300两。其余诸将协助有功，官升一阶，另各赐良田100亩，白银100两，钦此。谢皇上文文，臣等定当鞍前马后，誓死效忠。好，真能够得一良将，胜得连城璧啊！啊！皇上，君明则将贤，将贤则兵胜。皇上能如此厚待诸将，已是江山社稷之幸，黎民百姓之福啊！岳飞啊，这一仗你辛苦了，是时候荣归故里，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自靖康之难以来，臣一心只想报仇雪耻，收复中原。臣等将士也唯有一个信念：不负中原，不归故里。岳帅胸怀远大，抱负不小。只是现在正是难得的太平盛世，宋金霸占，相安无事。你此时又何必再挑起战端，扰得天下不太平啊？金人亡我之心一日不死，天下便一日没有太平。金人没有放下刀枪，我等怎能放下？否则，等待黎民百姓的，便只有屠戮。宋金交战多年，国库早就虚耗一空。岳帅，你可算过，收复中原需要多少兵力，多少军饷？这些军饷又会给百姓平添多少赋税？岳帅，这些苦难，你说要算到谁的头上啊？眼下受点苦难，以后便可国泰民安。所谓一劳永逸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北伐之事，还是请皇上定夺。那诸位卿家有何意见啊？皇上，微臣身为一员武将，征战疆场，马革裹尸，本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只是刚才秦大人所言不无道理。
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。臣以为不然。岳帅连番征战，战功赫赫，加之朝中还有韩帅、张帅等诸路大军，风头正劲，眼下正是乘胜追击、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啊！岳帅与金人屡次交锋，既然提出北伐之意，必然是心中有数。倒是秦大人身在朝堂之上，如何知道打得还是打不得呀？除非什么？除非如今日街市上百姓所言，秦大人是别有用心。赵大人，捕风捉影之言，你赵大人却信之早早。我们大宋有你这样的丞相，真是朝天之福。你够了！北伐中原，岂不在这一时？容朕再想想，从长计议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那些死老百姓每天都堵在门口，害得我出去还得偷偷摸摸的走后门。啊，官人，你别光顾着喝，倒得说句话呀！皇上，怕是对我起疑心了。起什么疑心了？你说呢？这可怎么办？老爷、夫人，有位自称是郑娘娘的人求见。上茶。来，喝茶。娘，快！哎呀，姐姐，没想到这么些年，你经历了这么多变故。本以为跟了张翰可以有个依靠，没想到还是无家可归。大晋现在谁掌权？现在大晋的皇帝对四太子是言听计从，二太子窝里都呢？大宋想和大晋议和，二太子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。哦，对了，这封密信，他要我交给秦大人。官人，你看郑娘娘这孤儿寡母的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娘娘，你此番回来有何打算呀？还望秦大人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，让我回宫中养老。娘娘昔日对微臣有引荐之恩，微臣能帮的忙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请娘娘放心。哦，对了，微臣在城西有一座宅子，比较清静，娘娘可在那里暂住几日。等皇上那儿有了消息，微臣一定会通知娘娘。拜托大人了。好，慢一点。谢谢你们了。喜儿，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
去哪儿？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真乖。谢叔，有人出来了。看样子，他们是秦大人养的小妾吧？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不是？你看那马夫，一看就是金人。还有那匹马，不像我们这儿的，更像金人的战马。还有那马车，风尘仆仆，轮子磨成了那样。一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的，因此我怀疑他们是从金营过来的。这么说来，秦大人真的和金人有勾结。我看此事一定有蹊跷。玉儿，你马上跟上去看看。是，小心。官人，你真打算把郑娘娘送进宫去啊？你疯了吗？万一消息走了出去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给他留活路。二太子密信说什么？要我抓紧议和。可是皇上现在对你已经起了疑心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老爷，岳元帅求见。岳飞。秦大人，岳元帅，冒昧到访，还请见谅。哪里哪里，岳帅来访，寒舍蓬荜生辉，秦某荣幸之至。初次登门，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笔势纵横，飞若惊鸿，好字，好字。不过这幅字，不是应该送给金人才对吗？为什么要送给秦某？岳帅，难道你也听信外面那些无稽之谈？认定我秦某是金人的奸细吗？我希望大人不是。现在举国上下，北伐呼声日益高涨，希望咱们能够摒弃前嫌，共图北伐。只有文武大臣同心协力，才能匡扶大宋啊！岳帅，请坐。在下明日便要启程离开京城，故冒昧来访，还望秦大人理解在下一片拳拳之心。岳帅，战还是和，不是我秦某与你岳飞之争，亦非皇上与金人之争。今日之果，乃前朝之因。个中曲折，实在是一言难尽呐。难道秦大人还有何难言之隐吗？你不必问了。知我者，
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。我是北人，皇上也是北人，我们要归到哪里去？故地的父老乡亲，难道要弃之不顾吗？宋金化和，南北分治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你又何必逆势而为？襄阳战役以来，在下对宋金两军之优劣高低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。再者，听说金太宗病逝，内部为了争储乱作一团，此时正是北上用兵、恢复中原的最好时机。如果秦大人心向大宋的话，就应该支持北伐。难道皇上就不支持北伐？难道皇上就不心向大宋吗？秦大人，岳元帅，这份大礼秦某不敢收，还请岳帅拿回去，挂在家中，那你就什么都有了。无论局面多么艰难，有多危险，微臣一直以来都追随在皇上的左右，从未对皇上有半点不忠之心，也从未对大宋有丝毫不义之举。皇上英明，这一切你应该都看在眼里的。皇上回銮临安以来，臣心为盛世，得蒙皇上隆恩，微臣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。我们大宋这么多年以来，国泰民安。皇上，若微臣真的私通金人，那我又何必呕心沥血追随皇上？若说有罪，臣最大的罪过，就是在逃离吴国城的时候，未能带回儿生与太后。这是微臣终身憾事。微臣一直以来坚持议和，微臣不是惧怕，也不是痛惊，而是希望能通过议和，有朝一日能将太后銮驾平平安安迎回大宋。微臣之心日月可见。皇上若还不相信微臣，求皇上就杀了我吧。皇上，这几年金寇南侵，黎民百姓饱受其苦，臣力主北伐，目的就是要迎二圣回大宋故土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然而每次与金人交战，败时未见秦大人有任何动向，每到盛时，秦大人便极力议和。皇上，这秦大人是忠是奸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还请皇上明鉴。秦桧，朕不杀你，
秦桧罢相不久，老主驾崩，消息传到了临安。当今天子一听说父亲没了，真是悲痛欲绝，这才又激起北伐之志，马上召岳飞入宫议事。又因为淮西军散漫，刘光世数次待战，皇帝不满，决定要把淮西这5万人拨给岳飞。岳飞一听，心中大喜，我岳家军要有这5万人马，就可以杀退金兵，收复失地。爹，你看看这地儿，这没法住人呐！这什么破地儿啊？你看看这太破了，这也。哎，爹，哎呀娘，你跟爹说说呀，这地方没法住人，这怎么住啊？行，别说了。好，这里很好。官人，没事吧？官人，官人。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能不能不吃啊？不可以，奶奶，吃了药身体才会好起来。爹回来了。爹回来了。奶奶，你别动，我去叫爹过来。
等等我呀！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气我那天爽约吗？放手！对不起，那天我不是有意识约的，我被我爹逼着练武，实在走不开。你现在是岳将军了，不需要跟我说这些，装承受不起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别那么小心眼儿嘛。是，我是小心眼儿，我是一介草民，就只配有小心眼儿，哪敢跟你岳将军比啊？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消遣我了。娟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襄阳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一直都是你。在打颍州的时候，我爬上城头，周围密密麻麻都是伪齐士兵，我杀到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突然有种害怕的感觉。但我怕的不是死，而是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簪子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。给。谁让你买这么贵的东西了？我要的不是这根簪子，而是……是什么？哎呀，娟儿，你是答应我了啊？哎呀！你不是会武功吗？怎么掉水里了？死丫头！来来来，别我呀！让我帮着你啊！别跑！来来来！让我抓住了吧？爹，娘，知不知道我找你做什么？孩儿不知。孩儿如果有什么做错了，请父亲责罚。傻小子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什么错不错的？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娟儿吗？哼，你还真是个傻小子。你也到了弱冠之年，也该成家了。你有没有准备好照顾人家一辈子？娟儿是个好姑娘，你们要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和你娘就给你做个主，去跟张员外提亲，让你们尽早成亲，也好为你奶奶冲个喜，你说好不好？那太好了，谢谢爹，谢谢娘。瞧你高兴的。允儿要办喜事了。真的，奶奶，我听爹和娘说的。那姑娘怎么样？长得标不标致？是哪户人家的孩子？奶奶，看给你高兴的，就是张员外家的娟儿啊，和素素姐情同姐妹，张员外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我能看到云儿成亲，我终于能看到云儿办喜事了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不吃，你看我现在精神好得很。不行，奶奶，你不吃，爹又要怪我了。奶奶乖，啊，好，奶奶乖。奶奶吃药。好。奶奶可不能病啊。奶奶要看云儿娶亲，还要看我们安娘嫁人呢。奶奶，奶奶吃药。大哥，只要给我2万人马，潭州地界我一定给你拿下。刘德说话可要算数啊！岳大哥，哟，岳大哥，恭喜岳大哥要有儿媳了。
恭喜恭喜！这家伙，你这狗鼻子可真灵啊！大哥刚说准备摆喜酒，你人就到了啊！我这一路上可是闻着你的牛膻味来的。好，梁兴兄弟，咱们自襄阳一别，数月未见。是啊，来，请，赶紧给我讲讲北边的情况怎么样？来，喝水啊！好，北边的情况十分复杂呀。自从刘裕被废黜以来，违天的臣僚们是离心离德。在民间，迎还二圣、恢复中原的喊声是日益高涨。梁某在河东遇到过不下10数位汉子，他们都是当初大哥给了米粮，使之还乡的原委骑兵士。他们回乡以后，把大宋朝廷和大哥的恩德广为流传。如今已经商量好，无论何时，只要大哥去恢复中原，他们定然揭竿而起，响应官军。嘿，太好了！好。今年，宋金两军的形势有了一个巨大的逆转。金、伪齐先后在川陕、襄汉和两淮接连遭到失败，而我宋军越战越强，甚至可以说，大宋已具备大举向北进攻的能力。只要朝廷能有睿智大举之意，收复中原，迎还二圣，可谓水到渠成。大哥，不是我灭自己威风。如今朝廷能战之力，唯有我们岳家军，而我军只有不过3万人马。如此以少胜多，以弱战强，这胜败之数，实在难以定夺呀。大哥不是也说过，没有10万人马，就难以恢复中原吗？梁小哥，你久居北地，此间情形你有所不知啊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决定将刘光世、淮西军5万多人，还有3000多马匹，全部交岳家军，密切收掌。现在连刘光世的部下王德、厉琼等大将也受大哥节制了。嘿，是啊，梁小哥，岳家军现在可不是3万人马，是10万之众了。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10万兵马，再加上梁小哥的忠义社，我们一定能将金人一举赶出中原。对，在此一举了。对，收复中原。干他一家伙！要请的宾客着实不少啊。你可别漏了，免得人家怨怼。我不想太过铺张，简单一点就行了。我明白。你怎么了？我的眼睛，真是眼疾又犯了。来，歇一会儿。这样，我找医官去。你等等啊。哎，小娥，不用去。你等着啊。岳太尉这眼睛还是老毛病，想必在战场上被汗水又侵入了眼睛。襄阳那几场大仗，都是大热天，那就难怪了，是汗水导致眼疾加重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夫，大战在即，你可一定要把我爹的眼睛给治好啊！哎呀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这边光服药是无法根治，唯有针灸、静养才可日渐恢复。要是素素姑娘在就好了，她的针法可是一绝。眼下呢，我先开个方子，每天喝药，暂时先把病情控制住，啊。给，这是方子，一天一贴，在下告辞了。多谢。
人和，所谓天时，即大宋后方稳定，内部已安，攘外幅员，事实可行。所谓地利，襄阳6郡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一座坚固锐利之桥头堡。所谓岳将军，喝茶吧。圈儿，该叫爹了。臭小子，怎么停了？继续啊！天时地利人和，所谓人和，金人虽窃据中原，但立足未稳，民间亦存在大量的反金武装，这些都是咱们的优势。爷了，哎呀，到哪去了？哎呀，我打死你，臭老鼠！哎呀，哎呀，这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老鼠啊老鼠，该来的人没有来，你来瞎捣什么乱？不会是说我吧？秦大人，张大人，秦夫人，请坐。好。3月不知肉味，这老鼠来的正好。秦相国以苦为乐，真是让下官佩服啊！秦某一介草民，张大人取笑了。张大人，你突然造访，秦某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娘子，上茶。哎。请。穷乡僻壤没什么好茶，怠慢了。哪里哪里。怎么能说是怠慢呢？是我们这些老朋友做得不好，让相国在这里受苦喽。难得有这么清静的时候，让秦某能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些年来走过的路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秦相国，现在不是往回看的时候，是应该向前看呐。秦相国，最近朝中有件大事，你可否知晓啊？5万淮西军现在要更名换姓了，不再姓刘，而姓岳。秦某已不是朝堂中人，管他姓刘姓岳，都与我无关。这怎么能跟你无关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张大人，秦某已被罢官，就算想管，也是无能为力。怎么是无能为力呢？我们都认为，皇上只是迫于压力，让您暂时休息休息。等风波平息了，您还是我们的相国。
张大人抬爱了，秦某愧不敢当。秦大人，您就别再跟我们客套了。5万大军，5万呐！要是都给了岳飞，那可得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您一定有办法的。您想想，岳飞手握10万大军，要是北上，那你我在朝中，哪还有容身之地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皇上，张俊大人求见。朕正在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没有什么要事的话，让他明天再来吧。张大人说万分紧要，关系社稷安危。让他进来。遵旨。宣张大人。臣参见皇上。张爱卿，快请起。谢皇上。究竟有何要事？臣听闻皇上要把淮西军调拨给岳帅，臣担忧万分，还请皇上再三思后行。朕给岳飞的只是区5万人而已。何以让爱卿如此担忧啊？臣听说，岳家军收复6郡之后，刘光世的皮将力穷才姗姗来迟。之前伪齐进犯淮西，刘光世亦是避而不战。刘部一向军纪不整，他本人也沉迷酒色，其养威避世之行为实难以为用。皇上削其军权，借以示警于诸将，此乃一举多得之举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我倒是在琢磨，他岳飞以此来弹劾刘大将，将淮西军合入岳家军，是否有排斥异己、壮大自己之嫌呢？爱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岳飞并没有弹劾刘光世，相反，岳飞还替刘光世说情呢，说朕应该把首功给刘光世，说虽然刘大帅的兵马来得晚了一些，但他的部下知道有了后援，就无后顾之忧，所以才取得了胜利。朕要废除刘光世的兵权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。你也知道，淮西军本就骁勇，耗费了大量的钱米，却不能杀敌建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兵家之事，是合则雄，却国家之耻，整海内之穷。除了岳飞，还有谁能担当此重任啊？哎，爱卿这是为何？快请起。皇上所言英明，但作为臣子，臣不得不提醒皇上：如果让岳飞权势过高，人马过于众多，一旦他功高盖主，
那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啊！臣听说，岳飞所到之地，当地的百姓都夹道欢迎。离去之时，百姓泪流相送，依依不舍。臣与岳帅相交多年，自然相信他的为人。只是，臣不能因二人之私交而对朝事疏忽大意。举荐岳飞，臣绝不比亲；而上谏进言，臣亦不为仇。正所谓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若是合兵成患，这支大军不能为皇上所用。届时岳家军尾大不掉，以岳飞之能，岂是苗阜、刘正彦之流所比呀？以岳飞的为人，你认为他会起不臣之心吗？岳飞他功盖天下，却不居功自傲，人品自是朝野皆知。不过，他不经商，不置田产，不营造豪华的宅邸，连平时饮食都不超过2个荤菜。每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他总以没有功劳辞谢。臣斗胆要为皇上揣测一下，他岳飞在战场上拼死拼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赢回2胜，恢复中原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但人心隔肚皮，外表怎能看得清？皇上您不能不多留一个心眼啊！昔日的周世宗对太祖皇帝亦是信宠有加，可他驾崩不到半年，那黄袍可就穿到了太祖皇帝的身上啊！张爱卿，请起，请起。爱卿言之有理啊，只不过朕已经给岳飞下了圣旨。正所谓，君无戏言，朕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呢？还有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大将呢？那皇上何不试探一下岳飞呢？如何试探啊？人生在世，无非就是为了财、色、权这3个字。皇上何不3探岳飞？好好的待娟儿啊！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是。来，奶奶，请喝茶。这事儿老太太可乐坏了。慢点儿。云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，
有家室的人要担起责任来啊，不能再任性胡闹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收复中原，迎回而胜。哎呀，这小子！你看看你，这傻小子！傻孩子，你现在最大的责任是赶紧让奶奶抱个宗孙子，让咱们岳家4代同堂。对，臭小子，这把劲儿啊！对啊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来，大哥，哥老师高兴了啊！来，喝！谢谢各位啊！喝，干！哎，喝酒啊！来，哎，喝着，来，圣旨到，岳飞、岳云接旨。臣岳飞接旨。岳云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岳飞、岳云进宫见驾。钦此。微臣领旨。岳爷，里边请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漂亮，跟皇宫似的。爹，要是咱们能住上这种地方，这辈子就值了。没出息。臣岳飞叩见皇上。哦，朕之所以选在这个地方见你们，就是不想跟你拘这些虚礼。来，爱卿快请起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你就是岳云。岳云见过皇上。朕早就听说过你啊。在打襄阳6郡的时候，你可是第一个冲上城楼的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，岳飞啊，你有个好儿子。皇上过誉了。岳云他立下了如此战功，你却把他的功劳压着不报，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吧？那次战役，士卒们冒着炮石箭雨，斩将破阵立下功劳。臣上报其功绩，才蒙擢升1级的恩宠。但因为岳云是臣之犬子，蒙皇上厚爱，曾经连升3级，这会让将士们觉得很不公平，所以臣才隐匿不报。岳飞啊，你逃避荣宠，到了如此地步，虽是廉洁，但却并不公道啊！臣为皇上统领大军，必须对自己公平，才能对别人公平。皇上领导各位大臣，该赏赐的时候从未吝啬，但作为父亲教导儿子，臣怎么能只顾着眼前呢？哎，岳飞啊，不要再跟朕说这些了。允啊，朕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来，看看这座大宅，怎么样？
你喜不喜欢啊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。既然岳云喜欢，那朕就把这座宅子赏赐给你。等日后天下太平了，你就可以搬到这里。朕要是找你聊天也方便一些啊。皇上万万不可，如此豪宅，臣承受不起。以你对大宋立下的功劳，就算是把整个西湖都赏给你，也不为过呀。国家正在多难之时，臣不敢营建安乐窝。岳飞啊，你说朕该怎么说你好呢？你堂堂个宣抚使，不经商，不添置房产，不纳妻妾，你这样活着，岂不无趣啊？淮西郡一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日了。自从刘光世去职以来，都是王德、力琼暂管淮西郡。朕这次要你来，就是要你跟朕一同前去巡视。遵旨。皇上驾到！下官莫奇谢恭迎皇上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上请。请。来，众卿家都快坐。啊，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扬州的风景秀丽如画，朕看了心情愉悦很多呀。皇上，您请用茶。皇上，我们这扬州除了美景之外，还有其他三美。哦，有何三美啊？美食、美酒，还有扬州美人。先请皇上品尝这第一美。好啊。三丁包子，千层油糕，鸡丝卷子，蟹黄蒸饺，翡翠烧麦，笋肉锅贴，桂花糖藕，三色油饺，四喜汤圆，生肉藕夹，赤豆元宵，拆烩鲢鱼头，趴烧整猪头，还有三套鸭，大煮干丝啊。这是清蒸白鱼，蟹粉狮子头，请皇上品尝。不错啊。来，朕尝一尝。口味清新啊，跟朕在宫里吃的东西果然是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下官扬州知州莫奇谢。莫奇谢，那这二美呢？哦，皇上，这第二美就是扬州的美酒，洋河曲酒。所谓闻香下马，知味停车，那是酒味冲天呐！飞鸟闻香化成凤，味占江南第一家呀！马上开封上酒。皇上，请您品尝。
好香的酒啊！来，好酒，好酒啊！来来来，众卿家一起来，诸位大人请。岳大人，您怎么不喝酒啊？岳飞已戒酒了。岳爱卿戒酒了。哦，他那杯，朕代他喝。哦，是是是。来，共饮此杯啊！臣曾喝酒误事，从那以后，臣便立志戒酒。戒酒是好事，以后光复大业，朕还要养正了你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朕陪你一起戒酒。等驱逐了金人流寇，光复中原之后，你我再好好的畅饮。这一美你是尝了，二美呢也已经品了，那这三美呢？皇上，自古扬州美人如云呐。啊，好，好。皇上，除此之外呢，下官还特地为皇上备下了一件礼物啊。下官特地选择了一位扬州的绝色佳人献给皇上，请皇上赏脸。绝色佳人啊，不如这样吧，岳飞他常年征战，劳苦功高，朕就把这位江南绝色佳人赏给你做小妾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万万不可，臣已有家室。哎，岳飞啊，今天你就不要扫朕的兴了。朕想喝你这杯喜酒已经很久了。臣恳请皇上，容臣见过这个女子之后，喝与不喝，再行定夺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勿再多言，喝。诸位大人请。岳将军，这位姑娘是江南第一美人，是皇上特为将军挑选的，赐给将军做妾，还请将军笑纳。
将军，让静妾为您更衣吧。不必了，我们隔帘说话即可。岳某之所以做到这里，不过是因为一纸皇命。岳某出身贫寒，四处征战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女。如果岳某娶了你，你就要吃粗粮，穿麻衣，住草房。我怕委屈了姑娘。将军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你是我最敬仰的英雄，你为了我们大宋江山出生入死，征战沙场，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能够陪在将军左右，是静妾的荣幸。你放心，我什么苦都不怕。承蒙姑娘厚爱，就算我岳某真的娶了你，我也绝对不会倾心于你。为何？难道将军是觉得我配不上您吗？不是，小姐是绝色佳人，世所罕见。不过，在下曾经答应过妻子，即使再富再贵，也不会对她心存二心的。姑娘，我想这样的生活，也不是你想要的。我们真的不合适，还请姑娘找个更好的归宿。告辞。张爱卿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男人不求财、不好色，是很难掌控的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那只有第三样了，权。淮西军兵57600人，马3000匹，请皇上检阅。这城墙常年失修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今人若是来犯，该如何抵挡？皇上，好了好了，退下。朕自从海上归来，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，遍寻名医，已无良方。可是如今，朕看到你们父子二人能够并肩作战，朕好生羡慕啊！皇上日夜为社稷操劳，龙体乾安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，该多为皇上分忧才是。金人近来有何动静？自从金兀术杀死张邯以来，金人那边消停了许多，但臣认为，金人正在厉兵秣马，准备再一次南下。哦，那尾齐那边情况如何？皇上，臣接到密报，金人废黜刘裕之后，意图改立先皇太子为傀儡皇帝。
他们图谋制造两宋南北对立之局面。朕也听闻此事了，不知爱卿有何良策啊？金人惯行的就是以汉治汉，不过这一次他们这步棋走得狠了一点。对了，岳帅，你对伪齐颇有了解，你看应当如何？金人一贯主张以汉治汉，张邦昌、刘裕莫不如此。然而这次有所不同，先皇太子是赵氏的正根儿，一旦他在汴京登基，中原民心士气便心向新地，到时我们再想北伐，便难如登天了。皇上，为民心士气考虑，皇上需当机立断，册立太子，以破金人阴谋。大胆！作为武将，怎么可以干预内政？皇上尚无子嗣，拿什么来立太子？文官武将皆为大宋臣僚，忧心国事，怎分内外？皇上，若此时立了太子，便可攻破金人之阴谋，此为攘外。放眼历朝历代，立太子往往能避免群臣拥立新主，平定民心。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，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，此是为安内。故而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，平定天下之举。岳飞啊，请皇上三思。轻言随中，然而你手握重兵于外，朕的家事非卿所当顾啊。以前，朕拟定让爱卿掌管淮西军的军权。后来，淮西军向朝廷上报，说他们非常服从王德，希望朝廷能够把重任交予王德。这件事情，朕十分为难。据臣所知，王德和力琼素来互不服气，不相上下。如果把军权交给王德，恐怕会导致二虎相争。王德不行，你觉得张俊如何？皇上既然问起来了，臣只好据实回答。张宣府性子有些暴躁，谋略欠缺，恐怕力雄会不服。那杨仪中应该是高出这二人喽。仪中虽勇，但和王德差不多，恐怕也驾驭不了这支部队。一旦处置不当，变乱可能会在弹指之间。临安如今依靠这批人马驻守淮西作为屏障，如果派支淮西军既能平定中原的话，朕非常愿意。可是万一这个淮西军不但不能收复中原，而且还丢了淮西，那临安跟健康都难保全啊。岳飞，你可有想过这一点啊？臣有对策。近来颇有传闻，说泸州、寿州之间危有边境，经进一步调查才知道，乃是金贼乘虚渡淮，淮西军竟未能察觉，可见军中将领不明之甚。臣知道淮西军的将校中，有擅自拉了士兵逃往淮北的，而淮西方面却一直隐晦不报。皇上，淮西军如此混乱，朝廷却茫然不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若不将此军严加操练，如何能够拱卫东南周全？爱卿的意思是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？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，但是有了这5万人马，
再加上臣的本部兵马，即可出兵北伐。臣可以保证，不出3年，中原可复。朕知道了。朕与亲人不共戴天，北伐之事，朕何尝有一日敢忘于心啊？这个岳飞，一不贪财，二不好色。朕只知道他志向非小，今天看来的确如此。立太子的事应该是一早预谋好的。对淮西军又虎视眈眈，我怕他是另有所图啊。朕什么都可以给他，就是大军不行，要不然恐怕将来就麻烦了。正在多难之时，臣不敢迎接安乐窝。赵爱卿的意思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。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。此事容朕再想一想。
好词，好字。张帅怎么会有兴致冒雨之词啊？我听说你出了门，便一路跟了过来。皇上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淮西河军颇有曲折，淮西之兵须得朝廷指挥。若万千宠爱及卿一身不顾下情，军心思变而酿大祸，其中委屈，卿以息之。朕对卿之倚重，卿以息之。皇上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但是王德担任总管，厉琼为副总管，这已经是成定局的了。我找皇上去。兄弟，皇上已经起驾回宫了，你还是回驻地待命吧，我还要处理交兵事宜。天危难测呀，这朝堂之上可不比在外边打仗，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打胜就可以全都解决的。兄弟，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
跑，你为何要反战？我本不想反你，谁让你以王德为主，以我为父？我不服！既然在这里受窝囊气，不如到北边去吃香的喝辣的。臭皇帝，你跑不了了，束手就擒吧！本将军带你去五国城，和你的家人团聚。你这比金人还要奸佞的狗贼！要真去五国城，真宁死不去！拿你的人头去投金也不赖。末将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好，今天一起杀出去，大宋不灭！好，皇上坚持一会儿，我敌大军就要来了。好，朕等岳飞前来。怎么办，将军？将军，怎么办，将军？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恭喜张大人逢凶化吉，逃过一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力琼已经带着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金了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还恭喜我什么？我现在哪里是逃过此劫，我是在劫难逃啊！皇上一肚子火没处撒，一定拿我问罪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秦大人，救我！你救我！力琼在你眼皮子底下投了金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你办事不力，责罚是免不了的。不过责罚也分轻重缓急，只要你在皇上面前言语得当，我想他会网开一面的。如何得当？淮西兵变，你难辞其咎。如果你见了皇上，只是就事论事，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话，我看你这项上人头肯定不保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跳出这个圈子，将矛头指向别人，那么你不仅可以脱罪，没准
得到皇上的封赏。请相爷赐教。哎，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皇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皇上拿水！皇上，力琼带了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了金人。御林军赶到时，张大人仍不见踪影。继续再追。是。水呢？怎么还拿不来呀？经历了苗刘、淮西2次兵变，皇上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弄权。如果你能将矛头指向岳飞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皇上会更怕。相比之下，对你的怒就不算什么了。那岳飞可就大祸临头了。齐相国，你这招1石2鸟，高啊！真是高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面圣啊！去面圣吧。你们这些废物！淮西兵变，5万大军，赵大人，皇上让你进去呢。走吧。张大人，该你了。罪臣该死，罪臣罪该万死。宣岳云觐见。臣岳云叩见皇上。岳爱卿，救驾有功，快快请起。要是大宋多几个像你们这样的父子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这把宝剑，随朕从归德一直走到这里，现在朕把它送给你，你以后要用它平肩处逆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
这次要不是岳爱卿及时赶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厉琼会兵变的？微臣不知。那你怎么会出现在那边？我爹让我送奏折给皇上，正好遇到贼人图谋不轨。奏折？皇上，臣眼疾有发，若朝廷无北伐之旨，臣启交上兵权，还乡就义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他的奏请朕不准，让他速速回营。是。皇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就不要再多想了。所幸有惊无险，皇上龙体安康，已是大幸。朕不是为此事烦恼。今日张俊说的很有道理。太祖皇帝历朝以来，崇文抑武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100个文臣贪污纳贿，都比不上一个武将作乱，危害更大呀。皇上是不相信朝里的大将军们？朕的江山稳固，必须靠他们，所以朕不得不信。但若全信，对江山社稷的危害将会更大。那皇上现在有何打算呢？朕现在还没有想好。不过日前，金营传来消息，要与朕议和。朕在想，与其让那些武将们打打杀杀和金人纠缠不清，倒不如和金人暂时议和，平分天下。你说这样可好啊？这种朝廷大事，臣妾怎么知道？臣妾进宫前，只是一个卖豆腐的。卖豆腐好啊，等朕老了，牙齿咬不动了，就天天吃你卖的豆腐。皇上，你又取笑臣妾。所谓与子偕老，不就是你取笑我，我取笑你，这样过日子吗？你说能过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好啊！可惜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，很难说啊。皇上，朕的江山来之不易，朕真不想像太祖皇帝那样沦为孤魂野鬼。朕要安安稳稳的和你守住这江山，守住江山就能过太平日子。朕发誓，朕宁可错杀忠臣，也不会再让像淮西兵变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
是一个人吗？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好可怜啊！可能他母亲知道没有足够的奶水养活他，所以先把他丢下。但他知道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娘娘应该明白“宇文虚中”这段话的道理吧？你也是来给金兀术当说客的？宇文虚中不敢。我只想对娘娘说，连一只刚出生的小狗都明白生存的法则，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。你不用跟我讲什么道理。其实，我并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。宇文虚中只是想起，在我儿时家乡发了一场大水，当时我们3个兄弟都被大水冲散，娘身单力薄，只能救一个孩子，她选择了我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个哥哥被大水冲走。没有选择的选择。是啊，我娘特别疼我，对我特别的好，因为我是她唯一的亲人，就像现在四太子也是你的唯一。娘娘，珍惜啊！我明白，我知道。我哥和金兀术之间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。娘娘深明大义，我相信四太子心里也一定不愿意这么做，这是他无法逃避的选择。你一定很想念你的家人吧？当然，日日思念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与其自暴自弃，倒不如先想办法照顾好自己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等到和我家人见面的那一刻。
不是给你做的。不是我的，那是谁的？你给哪个野汉子做帽子，还当着我的面？哎呀，不是野汉子，这是给我哥哥做的帽子。宇文徐州，出来！宇文徐州，快点儿！是爹。小宝，大儿啊！娘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我派人接他们来的。没想到你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，小宝？别怕，谢四太子。你们先好好聚聚，回头我再找你。爹，小宝，娘，吃点菜。小宝，小宝哥，多吃点啊。来，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等不打仗了，我们就回去。嗯，那什么时候不打仗啊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你真的投靠了金人啊？娘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来，小宝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。外面有好多马，你要不要骑马呀？要。那好，去吧。当心点儿，小宝。哎。娘，金人险恶，不小儿连累了你们，但是你相信儿子，孩儿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。
你们忍耐一下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那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还有什么事情，比娘，比你的亲生骨肉还重要？两方交战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在马上打天下的，从来没有在马上可以治理天下的。金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，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能力治理我们的国家，因为他们落后、野蛮，所以他们就要学习我们宋人的文化。只要他们学习我们的文化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学生。那天下的统一便会指日可待，但最终绝不是靠金戈铁马、涂炭生灵。生机勃勃。屋主，好。只要铁浮屠练成，大金勇士必将所向披靡。那多久才能练成呢？不出1年吧。皇上，如今宋廷要求和议，而我军铁浮屠还有1年之后才能出兵，这……书房有什么就说吧。战呢，则军心不稳，人心不齐，所以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以用和议先麻痹宋人，给我们一段时间做下一步打算。和议之事不可儿戏，无论是和是战，铁浮屠还是要早日练成，这样和战的主动权才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这好了好了，金兀术，让我看看铁浮屠的威力。是。出发！
什么收复中原、赢回2胜啊？皇上以前可能还有这个心，经过淮西这一闹啊，他肯定是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大哥，那你再上一奏，咱岳家军单军北伐，我就不信拿不回中原。岳家军单兵北伐有难度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怕就怕以后皇上变成惊弓之鸟，从此以后对北伐之事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若是不顺着皇上这个心思，恐怕会失去皇上的恩宠，反而被朝廷那些小人所利用啊。个人荣辱，何须放在心上？你们不必顾虑这些。眼下最棘手的是，如何让皇上再下北伐之心？皇上没有处罚张俊，反而升了他的官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皇上根本就不想北伐呀。不是皇上不想，而是皇上怕我们这些武将，在北伐的过程当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哎，这壮大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军队壮大了可以保卫社稷，保护老百姓嘛。再说了，俺老牛有啥可怕的呀？他要是怕俺对他不忠的话呀，那就把俺最值钱的东西都押到他那儿去。不是你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你最值钱的就一贵娘，你舍得押吗？不，那是，那贵娘那啥媳妇儿押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押得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主意。咱们大将出征在外，如果把家眷押给朝廷，皇上就会信任咱们。为了北伐大计，说不定就得委屈一下咱们的家人了。我给皇上写份奏折。爹，刚才探子来报，有一队大京使者入境，正向临安而去。真的？啊！这娃儿的，这皇上他是又想议和了。大今皇上圣恩，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无偿归还，还有你们老皇上的棺椁，一并奉还。当然了，宋廷每年需向大金纳贡白银25万两，绢丝25万匹。这哪里是议和？哼，分明是抢夺！大宋久战方息，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，今非昔比啊！所纳之数，那可是宋人的脑袋和性命啊！哼！大人说的这些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们是奉大金皇帝的命令，前来江南诏谕的，而且大宋必须废除年号，对大金俯首称臣。这不可能！从此以后，大宋的皇上必须跪拜接旨。这更不可能！这样的议和，丧权辱国，恕不能接受。皇上今日龙体欠安，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次啊，晋人主动跟咱们议和，居然还割地给咱们，条件很不错呀。是啊，当年每年要给辽河西夏55万两所米的，现在区25万两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25万两，还个天下太平，这笔买卖啊划算。可是他们提出来要皇上下跪接旨，这个不好办吧？皇上，昨天晚上您一夜辗转反侧，想的可是议和的事。是啊，靖康之乱11年来，这可是金人第一次主动提出议和。这11年来，每天晚上朕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到先帝
魏后不停地在朕耳边说：“我的儿啊，我冷，我想回家。”所以皇上想要议和。昨天朕想了一个晚上，今人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交还，还要送先帝还朝。如此优渥的条件，朕怎能不动心？只是，皇上在顾虑什么？那些金人提出让朕跪接圣旨，朕不是不愿跪。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